这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单亲妈妈了。为了孩子，两人不仅搭建出了家园，还养殖了大批量的家禽，把家里的生活一步步的向上发展着。美好的一天从小儿子圆圆捡鸭蛋开始，经过珍妮一直以来的坚持不懈，现在家里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，每天都能有几个鸭蛋给孩子补充营养。这种日子放在之前根本想都不敢想。两个小猪崽也都在日益的壮大着，期待他们两个能贩卖的那一天。之前开荒出来种植的蔬菜长势也很不错，特别是玉米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生长着。不过这都归功于珍妮对他们的精心呵护，没事的时候就过来给他们松松土，施肥。毕竟当初下定决心开荒这片空地的时候，珍妮就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了里面。她也没什么赚大钱的想法，只是单纯的希望两个孩子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不用再饥一顿饱一顿的生存下去。所以珍妮特别的爱护这块种植下来的蔬菜，可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才好。今天两个孩子放学的特别早，珍妮还在顶着炎炎烈日干活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已经回来了。为了能多点陪伴孩子的时间，珍妮不由得加快了进度。劳累了一天的珍妮在休息的时候，看到了浑身脏兮兮的小黄，从被她在野外捡回来喂养到现在，一直也没给她洗过澡，心里不由得难免有些愧疚，当即决定带着两个孩子给她清洗一番，顺便享受一下和孩子在一起的亲子时光。平日里一心想着怎么好好的生存下去，导致她忽略了身边的许多美好事情。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家里已经没有了男人的帮助，如果她不一直的坚持努力下去，那家里的生活又要回到吃不饱饭的时候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照常给孩子两个人吃完早餐，珍妮就送两个孩子过河上幼儿园去了。由于最近的河水已经开始泛滥了，两个孩子上学也越来越不安全，这让珍妮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护送他们过河。毕竟两个孩子是她所有的动力来源。照常的喂养完鸭棚里的家禽，并检查完母鸡孵蛋的情况后，珍妮就接着开始了完善家园的工作。种植在家门口的爬行类蔬菜已经不能满足于一个小小的竹子了，此时就需要给他们搭建一个爬行的架子，这样才能有助于他们的野蛮生长，从而给家里带来一些收入的回馈。在四周辛苦地挖掘出支撑住基坑后，就需要去后院搬运来用于搭建的竹子，将它们劈砍出合适搭建的长度，还要对表面的竹节进行打磨处理，这样两个孩子来回的走动才不容易被刮伤。处理好的竹子就可以插入到挖掘好的基坑中，来充当整个菜架子的主力支撑了。随后只需要将竹子横加在支撑柱上，就完成了整个的框架结构搭建了。将辛苦收集而来的竹子平整的横加在框架上，一个既美观又实用的爬行架就完成了。固定的材料也可以从竹子中获取，将竹子片出细长的竹条，随后把竹肉与竹片进行剥离，这样得到的竹片质地柔软坚韧，和绳子比起来都丝毫不落下风，用它们把菜架子固定起来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会掉下来砸伤两个孩子了。珍妮无时不刻不再牵挂着两个孩子，可以说她真的是一位很称职的母亲，不仅亲手搭建出了属于母子三人的家园，还把两个孩子照顾得井井有条。这一切的一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到了这里，爬行的菜架子就算是搭建完成了，顾不上休息的珍妮又准备外出劳务去了。别看现在养殖的家禽得到了很多好处，其中的压力也是很大的。养殖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消耗的食物也会越来越多，其中的压力也都是珍妮一个人去承受。没钱去买太多的食物，就只能去野外寻找。不过好在周边的野外资源也还算丰富，这才没给她带来多大的困扰，就是会让自己变得劳累许多，每次都要扛着和自己差不多的重物，辛苦的走好久一段路程才能回到家。采集回来的物资还需要进一步的处理，进行加热，随后将它们与饲料进行搅拌。珍妮现在还只能精打细算的去过日子，不过相信只要她一直坚持的努力下去，一家三口美好的日子总会有到来的那一天。家园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，暴雨演变成了破坏力最强的山洪，在肆意地破坏着刚刚完善起来的家园。
希望珍妮能承受得住来自天灾的洗礼。紧接着上一期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珍妮一大早就在打扫着家里的卫生，尽管目前家里的环境还有些许的简陋，但是爱干净的习惯还是要保持的。给2个孩子投喂完简单的早餐，2兄弟也就出门去上幼儿园去了。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穷人的家庭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改变命运。之前辛辛苦苦搭建出来的工作区域，珍妮使用起来的频率还是很高的，因为目前家里还有着大批量的家禽，嗷嗷待哺的等待着珍妮的投喂。这些可都是家里的生活保障部队，必须要精心的去呵护它们才行。今天的珍妮不打算外出去劳务了，因为之前辛辛苦苦种植下来的蔬菜已经长出了可以贩卖的南瓜苗了，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证明之前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，以后再也不需要去野外苦苦的找寻食物了，因为家里现在就已经能满足日常的收入开销了，这都多亏了珍妮一直以来的坚持，才能换来了今天的回报。真是一个令人喜悦的大丰收的好日子，家里所有种植了蔬菜的区域都可以进行贩卖了，将它们都收集到镇子上进行销售，家里的生活也能因此的更上一层楼，2个孩子终于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了。珍妮当初许下的期盼，如今终于是有所呈现了，特别是之前拆除了旧鸭棚区域的位置，果然不出珍妮所料，长势都特别的好，有一些甚至已经结出了南瓜，珍妮摘的那叫一个开心。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是满满一大筐了，这就是种植业给人带来的好处，前期辛苦，后期收获。趁着今天大丰收的喜悦感，珍妮一不做二不休，还带上一只鸭子去镇子上一起贩卖。养殖了它们这么久，吃了那么多的食物，也是时候给这个家里带来一点回馈了。尽管去镇子上的路途很遥远，身上背着一大筐的蔬菜，手里还提着鸭子，但是珍妮此时的脚步是欢快的，恨不得立刻就到镇子上，把手上的物资都转换成钱，找了个人流量还算不错的位置，就摆起了今天的摊位来。在当地，农户养殖的鸭子根本就不愁卖，还没开始摆摊多久，就已经被人给买走了。有了第一个成功购买的人之后，来购买的客人也陆陆续续的多了起来，加上本身就是纯天然无农药的蔬菜，在当地很受市场的喜爱，仅仅是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已经销售一空了。有了钱的珍妮心里也乐开了花，幻想着要是以后每天都有着这样的收入，以后的日子想不美好都难了。排骨今天必须给2个孩子安排上。家禽是家里收入的主力军，饲料也必须要安排到位。在给孩子带了2包零食之后，珍妮这才心满意足地往着家里赶去。今天对她来说是幸福感爆棚的一天。等他辛苦地徒步了1个多小时回到家里时，2个孩子早已放学在家等候多时，因为他们知道母亲去镇子上总会给他们2个带好吃的回来，这已经是孩子与母亲之间无声的约定了。懂事的大儿子圆圆早早的就把饭煮上了，当母亲不在家时，他就是家里的小大人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就在珍妮还在清理着买回来的食材，一家3口还在其乐融融地做着晚饭的时候，外边不知不觉地开始下起了雨。雨水不仅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反而越下越大，导致整个家园都在遭受着暴雨的洗礼，眼看着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，这让珍妮心里不免的有些着急了起来。她在担心鸭棚里面喂养的家禽，担心猪圈里面的2个小猪仔，担心田地里已经可以进行售卖的蔬菜，这些可都是珍妮全部的心血，是她一直以来辛苦付出的所有，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情才好。不知道家园能不能承受得住山洪的袭击，他们一家3口的好日子才真正的开始，千万不能因为天灾的破坏而再一次的一无所有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珍妮一大早就给2个孩子做好了早餐。看来昨天晚上下的那一场大暴雨，对珍妮的家园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，这真的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。唯一有一点不好的就是，作为家里唯一一个与外界连接的桥，在昨晚已经被汹涌的河水给冲走了。由此可见昨天下的那场雨有多大了。面对如此波涛汹涌、泛滥成灾的河水，2个孩子已经无法正常的过河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只能由珍妮慢慢的背着过去了，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一不小心就有着摔倒的可能。等珍妮送完孩子回到家时，拿着食物就迫不及待地往着鸭棚走去。
好在当初搭建出来的鸭棚也足够的牢固，下这么大的雨居然一点损坏都没有。昨天下的鸭蛋也完好无损地待在鸭棚里，他这悬在半空中的心才算是彻底的放了下来。母鸭也成功地孵化出了许多的小鸭子，家里的鸭群再一次的壮大了起来。害怕母鸭会带着小鸭子到处乱跑，珍妮只能是先将它们控制在附近，以免给家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。将它们都精心的安顿好之后，珍妮仔细的去查看了家园的周围。昨天晚上的那场大雨导致附近积累了许多的雨水，卧室的主力支撑梁一直在水里浸泡着，如果不能将它们及时的排放出去，会对房子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。到时候两个孩子还在睡梦之中的时候，房子倒塌让他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就不好了。为此，珍妮打算给他们清理干净，毕竟这涉及到孩子安全性的问题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就算是再累也要坚持去完成。第一步就是先把冲下来的垃圾以及树枝清理干净。树叶与泥土等物质全部掺杂在了一起，这让珍妮的清理工作变得艰难了许多。尽管会把身上弄得脏兮兮的，珍妮也一直在坚持着。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是打开了一个排水口，积压已久的雨水如同洪水一般一发不可收拾。担心屋子会受到影响的珍妮，赶忙找来了石头，对主力支撑梁进行了加固，将它们围绕在柱子边上，依靠着自身的重量将柱子牢牢地固定住，希望有了它们的帮助，能大大的提高房子的稳固性。两个小猪仔也已经喂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之前打造出来的猪食草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它们的需求了。为此，珍妮打算给它重新打造个新的，好让它们能尽快的成长起来，回到家里，将竹子的一面劈砍出一个缺口，并将四周都进行平整处理，随后只需将它们之间的竹节进行打通就好。这样一个朴实无华的喂食槽就算是完成了。忙碌了一天的珍妮没有忘记孩子的放学时间，为了害怕两个孩子会出现什么意外，老早的就来到河对岸等待着了，希望这汹涌的河水能尽早的退去，让家里能方便的与外界连接起来。不过也不是完全的没有好处，起码让两个孩子体验了一回坐船的乐趣。只要孩子们开心，天大的事情对珍妮来说都不是事情。今天对他来说是幸运的一天，家里没有遭受到洪水的破坏，希望一家三口能一直温馨的生活下去。升级改造家里使用的旧炉灶，对家园进行进一步的完善，外出捕捉新鲜的河鲜补贴家用。今天对珍妮来说是幸福感爆棚的一天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今天是个阳光明媚、难得的好天气，刚好今天还是周末，两个孩子也不用上学，是个难得清闲并且舒适的日子。珍妮一大早就带着他们操持完了家里的一切，就是感觉大儿子轩轩每次在帮忙做家务的时候，近距离的进行烧火，特别的不安全。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竹子搭建而成的，如此简陋的炉灶，一不小心就容易造成火灾。大火一旦被点燃起来，那所有的一切就都完了。不仅辛辛苦苦搭建出来的家园会毁于一旦，两个孩子也会遭受到来自生命的威胁。为此，珍妮打算重新打造个炉灶。她老早就有着这个想法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如今家里的生活也算是好过一些了，不需要去承担来自生存的压力了。刚好今天两个孩子也不需要去上学，也是时候开始实施心里积压已久的计划了。河岸边就有着可以用来搭建炉灶的沙土，就是搬运到家的过程比较的辛苦，只能靠着自己一点一点的背着往家里走。辛苦肯定是辛苦的，但是珍妮也是个不轻易服输的女人，不然也不会搭建出如此舒适的家园了。河床里的石头也是搭建炉灶的材料，看得出来她是下定决心要搭建出一个好的炉灶，要把威胁到孩子安全的事情彻底的扼杀在摇篮里，哪怕是再辛苦都是值得去付出的。珍妮还花了重金去镇子上购买了水泥，真的是太罕见了。这也能反映出来家里的生活质量确实提升了。将水泥倒入之前收集到的河沙之中，利用铁铲将它们进行充分的混合，随后注入82年的河水，不停的搅拌9981下，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。
确认出炉灶的一个具体位置之后，就可以利用刚刚搅拌出来的水泥，加上河床里收集到的石头进行砌筑了。两个孩子也没在一旁闲着，一直在帮助着母亲挑选合适的石头。一家三口温馨的在一起完善着属于他们3个人的家园。这样亲手打造出来的家园，居住起来也将会更加的幸福。珍妮真的是一位很厉害的女人，不仅熟悉木工的搭建，还懂蔬菜的种植技术。现在就连泥工的砌筑都丝毫不弱，真的想不明白，这么一位聪明能干的母亲，居然会遭受到男人的抛弃。为了提高炉灶的美观性和实用性，他还细心地对其进行着打磨。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打造出来的炉灶大小也刚好的合适，只要等水泥干透了，就能够正常的使用了。忙忙碌碌的辛苦了一天，终于是完成了。有了这个炉灶的出现，孩子的安全不仅得到了保护，家里的家具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了起来。只要不放弃，一直的努力下去，生活也会慢慢的更上一层楼。隔天一早，珍妮和2个孩子吃完了早餐，一家3口就出门去了。由于昨天已经搭建出了新的炉灶，想着第一把火一定要煮个像样点的东西，象征着以后的生活也能红红火火起来，所以想带着2个孩子出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寻到当地比较珍贵的河蟹来作为炉灶的第一锅。经过了辛辛苦苦的找寻了好几个小时，终于还是让他有所发现了。前段时间一直在下大雨，导致螃蟹都跑了出来，也有可能是大水把别人养殖的螃蟹给冲了出来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珍妮此刻的心情特别的美丽，让她找寻起来的动作都不由得加快了许多。有了第1只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第2只、第3只，这可把这一家3口给高兴坏了，一直不停地在河面上翻找着。今天注定会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一家3口辛辛苦苦地搜寻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直到发现不到螃蟹的踪迹，才善罢甘休。今天是运气爆棚的一天，螃蟹收集了满满一地。自从搭建出新的家园之后，这一家3口的生活也都走上了正轨，终于过上了和正常人一样的普通生活。将捕捉到的螃蟹清理干净，家里的第一把火就算是煮上了。看得出来搭建的炉灶特别的好用，柴火能充分的进行燃烧，做菜的速度不仅快速了许多，关键是安全性大大的提高了。带着2个孩子吃完饭休整了一下的珍妮，背着捕捉到的螃蟹就往着镇子上进发了。就是大水还没完全的退去，给他们一家造成了一些困扰，每次都要辛苦的走上一段时间才到镇子，不知何时他们才能有一辆自己的交通工具。由于带着2个孩子，珍妮没打算往很远的地方走，找了个车流量还算不错的路边，就摆起了今天的地摊来。螃蟹这种食物，无论是在哪里都不愁卖，特别是刚刚捕捉上来了，还特别的新鲜，不仅价格高昂，销售也是一路绿灯，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。平日里的慢慢积累，注定会有着厚积薄发的一天。等螃蟹都销售一空后，珍妮照例带着2个孩子来到超市，有了今天的收入，腰杆子都比平日里硬了不少，及时的补充了家里吃完的大米。孩子的零食也一买就买了好几袋，不像平时只能给孩子购买一点点。珍妮对自己是小气的，但是对2个孩子特别的大方，可能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吧。一家3口在珍妮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生活质量也在稳步的提升着。要是每一天都能像今天有着这么好的运气，那家里以后的日子根本就不需要去发愁了。只是老天爷又开始作妖了，天空慢慢的下起了大雨，希望不要又演变成山洪来破坏珍妮的家园吧。这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单亲妈妈了，为了孩子2人不仅搭建出了家园，还养殖了大批量的家禽，把家里的生活一步步的向上发展着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珍妮照常的打扫着家里的卫生。母鸭经过了珍妮之前的约束，现在已经不会再到处乱跑了，在和珍妮一样充当着一位母亲的角色。家里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发展着，唯一有点不好的就是最近的雨水实在是太多了，导致做饭的柴火都被雨水淋了个透心凉。尽管打造出来的炉灶是很好用，但是没有足够干燥的柴火来燃烧的话，再好用的炉灶也都是白搭的。因此等2个孩子都去上幼儿园之后，他打算给家里升级出一个遮挡雨水的柴棚出来。考虑到现在的柴火就放置在厨房的右手边，
刚好可以依靠着厨房延伸出一个遮雨棚来。珍妮定位出需要使用的长度后，第一步就是先把前后2处位置挖出基坑来，方便后续安插挡雨棚的主力支撑。雨水多也不全是坏处，起码现在松软的地面让珍妮少费了许多挖掘基坑的力气。3下5除2的功夫就把基坑挖掘完成了。竹子是珍妮搭建家园的主力军，附近就是一大片的竹林，让她少了许多买材料的花销。竹子本身具有的柔韧性也很强，珍妮用它搭建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还没见过哪个有出现问题过。将辛苦处理好的2根竹子分别插入之前挖掘出来的基坑中，随后在上边横加上另外1根竹子，来作为挡雨棚的横梁来使用，并回填上泥土进行夯实处理即可。不得不说，珍妮确实是个聪明的女人。为了提高雨棚的整体稳固性，她把厨房作为了雨棚的整个支撑受力点，这样就不怕以后会有什么散失了。按照老办法，先从竹子上获取出用来固定的竹篾，随后再片出用于搭建屋顶的竹条。这一些对于珍妮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，真的是熟练的让人心疼。哪有人生下来就会走路？这都是被迫锻炼出来的手艺。处理出来的竹条就可以用于屋顶的搭建了，只要将它们都平整地分布在框架上，随后利用获取出来的竹篾进行固定就好。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到样样精通，又有谁会知道她都经历过什么事情呢？搭建好框架的珍妮又马不停蹄地去收集屋顶的材料，棕榈叶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刚好还和厨房的屋顶是同一种风格。更重要的是不需要花钱就能获取到，就是爬上爬下的让人不免有些担心，要是万一脚滑摔倒下来的话，2个孩子就将变成无依无靠的孩子了。珍妮还在忙着整理屋顶的搭建材料时，不知不觉2个孩子就已经放学回家了。不知道是不是许久没休息过的原因，今天的珍妮感觉异常的劳累，就这么一点工作量，放在平时早就完成了。好在2个孩子都是懂事的孩子，从小就知道心疼自己的母亲，二话不说都加入到了雨棚的搭建之中去，纷纷在下面帮忙传递着棕榈叶，让母亲不用一直来回的跑上跑下，只需要安心的在上面铺设就好。在2个孩子积极的帮助下，珍妮总算是把雨棚给搭建出来了。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下雨导致没有干燥的柴火来给2个孩子煮饭了。今天家园在珍妮的辛苦付出下，又进一步的完善了起来。一个女人辛苦的带着2个孩子，虽然过程是会让人很劳累，但是只要不抛弃不放弃，迟早会把日子过得更上一层楼。